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坐着末日飞机访问了东南亚，一方面对中国大放厥词，另一方面又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这场戏是演给谁看的？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美国防长奥斯汀坐着美国的末日飞机访问了东南亚国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末日飞机这是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造的飞机啊。当时它的这种背景是说，如果一使用了核武器之后，地面的这些指挥所都被毁了，地面的这些指挥系统全都完了，所以呢，总统要上这个末日飞机，在空中去指挥自己的核反击力量，打击对方，轰击对方，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按说你这个美国，它要是动用核武器，也就是按下核电钮的话，它按照这个顺序应该是美国的总统，然后是美国的副总统，还有这个参院的议长，这些人他才有权利动用核电钮，或者是说这个核按钮。你美国的国防部长怎么可能去动用这样的这个核武器呢？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呀。但是你没有这个权利，为什么要坐到这个末日飞机上呢？这又代表了什么呢？所以呢，我觉得呀，这个是美国呀，是演给谁看呢？演给俄罗斯看，因为俄罗斯也有这样的末日飞机这个假设核大国之间发生核冲突的时候，这种飞机就可以升空，就可以指挥自己的核武器对对手进行这个反击、核打击。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呢也在，就是应该说研造新型的就是这个末日飞机我们已经从图片上看到了它正在研制的这个宽体的大型的这种飞机，实际上呢也是为了这种核打击的这种作战。事实上这个俄罗斯还有一招，当时是在这个苏联时期就开始想到了，就说如果我的这个飞机在升空以后也被打下来，或者是没油的情况下，或者是什么情况下不能完全的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怎么办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山穷水尽了，因为你这个地面上的装备被毁了嘛，空中的这个装备因为比如说你油料你不可能永远在天上飞吧，你还是要落地吧，如果也是毁了怎么办呢？它实际上还设计了个什么呢？无人情况下的核打击，就是说我的人都被你的核武器杀光了，那么我有一个什么呢？就自动化的这种设施，它埋在地下，就根据我现在挨打的这个，比如说我测试出来我哪儿挨了打，这个哪些地方是多大的比如说对方的使用的这个核爆的能力，然后在即使人死光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核按钮也就自动化的就使用，就是谁打了我要把我的就是比如说核潜艇里的，或者是这个发射井里的，反正是隐藏的这核武器要打回去就是他都计算好了，我哪儿挨着打，那些导弹可能是从哪儿飞来的，对手可能是谁，那我怎么报复对方他还有这么一套设施。所以我们讲这个都是美苏两国，现在是美俄两国为自己就是万一要发生核大战的时候做的准备。那现在有这种可能吗？我觉得现在美国之所以让国防部长坐上这样的美国总统坐的就是末日飞机去访问东南亚的国家，一个呢就是要告诫俄罗斯，美国是有这种核反击的能力和主动的核打击的能力，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要挑拨是非告诉东南亚这块，因为我们知道东南亚这些国家它没有核武器所以他的意思说，我美国可能在未来的时候，你们跟着美国跑，我可以帮着你们撑起一把核保护伞，我有这个能力用核武器来保护你们，这样呢，你们就要作为我的棋子儿，来为我美国的这种所谓亚太利益来服务，来跳，不然的话，那谁敢呢？是吧？所以我觉得美国防长乘坐着美国末日飞机去访问东南亚它既看起来很滑稽，同时呢，它也是在向外界
传达相应的就是美国的这种考虑和美国要传递的一种信息。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